今天穿明制汉服来北京故宫，带大家看点好玩的。民间一直有个传说，说北京故宫有9999.5间房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0.5间房子是怎么回事？它在哪儿？长什么样？和整间房子的区别在哪里？我们今天就来现场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那半间房就在我背后了，一会儿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这儿。我是2026年2月过去的，参观前先说一下路线。进了入口就来到了内金水桥区域，眼前的明制汉服数量已经明显比轻装更多了，希望这个局面能长期的维持下去。然后我们直奔右手边，穿过一座歇山顶大门，这个门的名字叫做协和门。穿过协和门之后，我们再一路往东边走，路的左手边就是文华殿的入口了。这个门叫做文华门，我们就从这个门进去。进门之后就看到文华殿了，但我们先不进去，而是绕过文华殿，直接走进后一个院落，然后就看到了一座绿色的建筑文渊阁，这是一座2层楼阁。而文渊阁的左上角那一节比较短的房子，就是传说中的半间房。实际上这种说法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。首先9999.5间这个数据就不成立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曾经有专家统计过，故宫实际的房屋数量是8707间。以刚才走过的文华门为例，前面的6个立柱将建筑分为5个区域，这就叫命库5间。它再宽再窄也是5间。像刚才的那种齁窄的房子，按说也该算1间，只是有人觉得这种统计方式不合理，便把它称为半间房。然后半间房的传说就这么流传开来了。说完这事儿，我们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，看看文华殿的新展。本次展览的主题是中泰建交50周年展，他们现场的展品也是从陶器时代开始的，但他们早期的陶器所处的时代，比如彩陶漩涡文罐，对应的是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，而不是新石器时代。附近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也是同一时代的产物。后面是一组公元9世纪的青铜佛与菩萨像，时代对应我们的唐朝，但画风是各不相同的。中泰最早的交流是从元朝开始的，对应的展品是仿制的暹罗翻书，这是清朝时期所生产的泰国语词典。文物则是16世纪的陶器象俑，所塑造的形象是拿着象钩坐在大象背上的驯象师，大象如果不听话就用钩子揍它。它所对应的时代则是中国的明朝中晚期。下一件重器是木雕贴金花叶纹宝座，这是按照须弥座的造型所制作出的国王宝座，可见佛教元素在泰国是多么的具有影响力。它的主人是泰国国王朱拉隆功，也是现代泰国的缔造者。看完宝座，我们穿过工字形大殿的通道往后参观，这边所展示的展品是一大组瓷器。开场看到的是旅途中见过很多次的青花瓷，这个就不再赘述了。但现场的宾乍龙瓷器就不那么常见了。宾乍龙意译过来是5色的意思，实际的颜色却并不止5种，一般是由泰国提供图案，然后在中国生产，最后给泰国的王室和贵族使用。其中最为华丽的是皇帝釉上彩描金花卉纹盖罐，这是盛放化妆品或精油的小型容器，多见于泰国梳妆台。最让人意外的是白地釉上彩描金《西游记》故事图盖碗。至于是谁把《西游记》翻译成泰语版的，我查到了很多说法。现场的说法说是拉玛4世之子，也就是刚才那位朱拉隆功国王的兄弟翻译而成的。后一件文物是黑漆嵌罗甸8方高足托盘，这是一件漆器，是随表文送来的礼物。对面的黑漆嵌罗甸盒子就是装表文的盒子。说了半天表文在哪儿呢？旁边那金灿灿的就是，这是泰国国王给嘉庆皇帝送上的表文，叫做金叶表文。附近还有一件珐琅材质的3饰，我以为泰国人也了解士大夫焚香这套流程，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故宫自己的文物，这就不奇怪了。然后我们再度进入佛教篇，泰国的佛教氛围是很浓的。我们在这儿学到了一个新概念，星期佛。人在星期几出生，就对应尊奉星期几的佛。现场展出的实物宝冠佛像就代表着星期一的平定佛。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双手向前的无畏印，
中国国内的佛像我见过了不少，但几乎都是单手无畏印。后一组造像则是铜鎏金佛受供像，佛坐在高处接受贡品，但上供的不是供养人，而是一只猴一只象。看来佛法无边，已经不只能对人类造成影响了。此外还有其他材质的佛像，比如来自泰国国博的日光石佛沉思像，描绘的就是释迦牟尼在释迦树下成道并沉思的往事。此外还有青玉阿弥陀佛像，这是故宫自己的藏品，其双手于前方结禅定印，看起来很是安详。再往后是一大组金叶佛牌，这是用白蚁巢穴粘土和药草弄在一起充当模具，最后锤出来的佛像金银叶，一般被视为护持圣地的圣物。现场的此类展品还不少，几乎是铺了一面墙。而后方的泰国祈愿牌乍一看像是金的，实际上是西千汞合金做的。人们认为这种材料很神圣，就拿来制作祈愿牌了。再往后是一大组珐琅器，其中有一件19世纪的铜胎画珐琅皇帝花卉槟榔果盒，装的是槟榔果和烟。看来泰国人也听说过槟榔加烟，法力无边。后一组是宫廷御用物品，中国泰国的都有，这个精美程度可想而知了。先看来自泰国的金宝座，它的顶端有华盖，上边有长柄扇，周边都是镂空雕饰的繁复花纹。话说国王出行时候的仪仗也不过如此了。实际上这件宝物是在泰国清迈的寺庙里出土的，看来它还未必是王室的财物。它旁边的展品是故宫自己的金嵌珍珠松石亭式龛，上边的小白球是珍珠，小绿片片就是松石。后面还有银鎏金嵌玻璃花卉纹槟榔盒，他们还是忘不了槟榔，这是给泰国内廷女性准备的槟榔盒子。然后是故宫的粉彩描金花卉纹多木壶，这是边远地区居民平时盛放酥油茶的壶，所以满清朝廷也常用多木壶作为礼物馈赠给边远地带的高僧。后一件又是泰国文物，银千佛莲瓣式高足盖盒，这个盒盖的每一片莲瓣上都有一尊合掌神像。这么精美的盒子，当然也是泰国贵族才能用得起的东西了。然后又是一组20世纪的槟榔器，由此可见，在泰国这样的热带地区，槟榔是多么的流行。我们这一路看过来，这槟榔的密度已经是相当高了。下面我们进入服饰篇，其实还是以饰品为主。头一件金嵌宝石镯就是来自泰国的文物，也是佛塔地宫中的出土文物，可见泰国的佛教组织掌握着多大的一笔财富吧。后一件佛塔出土文物是金嵌猫眼石装饰，中间那一大颗就是猫眼石，然后是故宫的黄碧玺18子手串，它也是从佛教念珠发展出来的饰品，摆在这倒是应景。衣服只展出的一件故宫收藏的戏服，它是一件没有经历剃发易服的圆领袍。后面是现代工艺品，先看素攀那红号玉船模型，这是仿照泰国玉船之一制作而成的工艺品。其实他们的玉船多了去了，单单是他们的玉船博物馆里就收藏了50多艘船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展。根据我近几年的观察结果，文华殿办的一般都是内外联展，也就是故宫自己出一批文物，外界的博物馆再出一批。上次看的是故宫和凡尔赛宫的联展，这次则是和泰国一起办的联展，但不知下一次又会是个什么展。总而言之，故宫这边的展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相当高的，哪怕是不出北京城也能看遍全球的文化。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各位还可以跟随我的脚步，一起看遍全世界的文物与历史，各位敬请期待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